疫情期间宅在家里，大家没事儿肯定都是躺在床上玩手机，白天玩，晚上玩，尤其呢是晚上，长时间呢这样躺着玩手机，若是身体出现3种变化，建议大家呀就赶紧放下手中的手机吧。变化1：颈椎疼。那很多人呢躺床上玩手机，时间长了会有颈椎疼、浑身酸痛的情况。要是长时间这样的话，不加以重视，很容易造成颈椎病，对健康不利。变化2：视力下降。经常玩手机对视力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晚上灯光比较暗。若是长时间玩手机，眼睛会受到刺激，这样眼睛就会有干涩、疲劳、视力下降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经常的喝点菊花茶，菊花茶有清肝明目的效果。变化3：皮肤变差。经常熬夜玩手机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而且呢，手机还有一定的辐射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会让皮肤变得越来越差。很多人颈椎疼、脖子僵硬，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，大多呀和不好的生活方式有关。那颈椎不好，我们要想办法调理，不妨常做下面这个小动作，有助颈椎健康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将我们的左脚抬起来，用右腿支撑身体，这样单脚站立的同时，双手向上举起来，要让脖颈周围的肌肉有向上提拉的感觉，头部呢要扬起来，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。再换相反的一只脚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畅通，气血经络，消除肌肉的疲劳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颈椎关节好，血液循环也好，身体更健康。随着现在低头一族越来越多，颈椎不好的人呢也是跟着上升，出现颈椎疼脖子僵硬不敢动的情况。如果长时间不给予重视的话，对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影响的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拉筋动作，对颈椎健康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的站直，双手在后背食指交叉，让2个肩胛骨尽量的往后夹紧，然后头部尽量的往上抬，双手手臂用力的向下拉伸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将头部向下，也是坚持5秒。这样一上一下，每天做2到3分钟。这个拉筋动作可以促进颈部血液循环，帮助疏通经络。那颈椎不舒服的人可以经常的做一做，不仅可以缓解颈椎疼痛的问题，还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老人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做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3不做。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哦。很多人发胖的原因，除了管不住嘴、迈不开腿外，还有一个就是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掉身上赘肉，大家可以试一个瑜伽动作——金刚坐。金刚坐的方法很简单，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和双脚都保持并拢，然后让臀部坐在脚后跟上，双手分别放在2侧的大腿上就行。注意腰背要保持挺直，收紧下巴，肩膀放松。如果筋骨比较硬，感觉脚踝处有疼痛的人，
也可以将脚往回勾，那这样每天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减掉身上赘肉，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哦。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如果每天睡觉前都能坚持用热水泡泡脚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，调节内分泌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3个误区要避免。误区1：泡脚时间长。很多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，养生效果越好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泡脚时间长了，容易使双脚局部血液循环长时间的过快，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。误区2：吃完饭马上泡脚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所以喜欢在吃完饭泡脚。如果吃完饭马上泡脚，会影响胃部血液的供给，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泡脚比较好。误区3：泡脚水温过高。很多人泡脚时不注意水温，认为水温越高越舒服。如果这样，很容易烫伤脚部皮肤，使血管过度扩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泡脚时水温最好控制在50度以下。泡脚并不是随便泡泡的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泡了也等于白泡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泡脚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只有正确的泡脚方法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哦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坚持运动锻炼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每天锻炼，体质还是很弱，病也没有少呢？首先，可能是你运动的不合理。合理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时间、运动的方式。很多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，运动时间也没有合理的安排。运动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增加。每天最好进行至少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、快走、自行车等。每周5次以上才会有效果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比运动还重要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。这件事就是补充营养。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运动，没有注意通过食物补充营养。如果营养不充足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营养不良。中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营养均衡、荤素搭配，多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这样才能让体质越来越好。还有每顿饭吃7、8分饱就行，可以少食多餐，一天多吃几顿，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。所以相对运动来说，身体补充营养更重要。只有这运动和补充营养相互结合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天这样做10分钟，补肝肾、通气血、安心神，一整年健康不用愁。动作1：端坐在垫子上，两脚脚心相对，腰背挺直，用双手抓住脚尖儿，膝盖尽量的贴向地面，然后双腿有节奏的上下摆动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有很好的疏通经络气血、排毒的效果，经常练习对身体有好处。动作2：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就是盘腿静坐，相信大家都会。那全身放松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样静坐10分钟，有很好的静心安神的作用。坚持下去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动作3：也是坐在垫子上，将两腿向左右两侧分开，腿部伸直，脚尖回勾，然后弯下腰，用双手尽量的去抓左右脚的脚趾，这样坚持1分钟，回到原位再做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肝经和肾经，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。秋天是养生的好时候，大家不妨坚持做做上面这3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强身健体的效果。过半百是健康的转折点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时会有3道寿命坎，若你跨过去，或许会迎来长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坎儿，关节病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骨骼中的钙质会逐渐流失，这时很容易使人出现骨质疏松、关节炎、风湿病等，对寿命大打折扣。所以50岁后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这样关节健康，人也容易长寿。第二个坎儿，血管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老化变硬，这时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尤其50岁以后，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。
对长寿有很大影响。若50岁后血管还非常健康的话，那么长寿也会跟随你。第3个坎儿，肠胃疾病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下降。如果再不注意饮食，很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要养护好胃部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肠胃健康，人才能长寿。所以，当然过了50岁后，一定要多注意保养自己，多补充营养，适量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有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